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已经不只是盯着外观漂不漂亮，屏幕够不够大，0-100加速能不能把人按在座椅上了。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心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，那就是补能速度。因为车子开起来再猛，配置堆得再满，结果一到充电站就像排队打饭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那体验一下子就从高科技出行变成原地修仙。尤其到了冬天，很多车平时宣传的热血沸腾，什么几百千瓦、上千千瓦，听着像下一秒就要把充电桩吸干了，可真到了低温环境，充电速度一下子老实了。有些车甚至不是快充，简直像在给手机接电脑 USB 口慢慢续命。所以说，参数这个东西看看就行，真决定你充电快不快的，不是发布会上那串特别唬人的数字，而是这台车在不同温度下，到底还能不能稳稳把功率撑住。最近就有机构专门做了一次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测试，把几款热门车型拉出来认真比了比，而且不是只看纯电车，也把非纯电车型一起放进来测试补能效。这个测试为什么有意思？因为它不聊玄学，不拼嘴炮，也不是在实验室里挑一个风和日丽、电池状态完美的时刻来表演，而是把车放到不同温区里，看他们在更接近真实用车场景下到底表现怎么样。说白了，这才是消费者真正想知道的事。毕竟谁都不想买车的时候听销售说的天花乱坠，结果冬天一充电，自己站在旁边冻得像根冰棍，车还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吸2口，停一下，再吸2口。温暖环境下跑得快不算稀奇，严寒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，那才是真本事。从这次测试结果来看，温暖环境下不少车型的表现确实很猛，有些车从较低电量充到接近满电，时间已经压到了10分钟左右。这个速度放在以前，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像科幻片。以前大家提到新能源车，第一反应往往还是省是省，就是充电慢。但现在有些车已经把补人这件事干得越来越像快餐店出餐，主打一个别废话，赶紧上。你去上个厕所，买瓶水，顺便看一眼手机消息，回来一看，电量已经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所谓的补能速度，不只是参数表上的一行字，它是真的能决定你到底是轻松出行，还是坐在车里怀疑人生。这次测试把车辆分成了温暖区和严寒区2个环境来看，温暖区对应的是深圳20度以上，严寒区对应的是哈尔滨。先看纯电车型，海豹07 EV 在温暖区电量从 10% 充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8分43秒，飙升功率1500千瓦，使用的是比亚迪闪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海豹07 EV 电量从 18% 充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10分26秒，飙升功率依旧是1500千瓦，使用的也还是比亚迪闪充站。也就是说，这台车在低温环境下速度依然非常快，只是相比温暖区还是多花了一点时间。方程豹泰山4驱版在温暖区电量从 10% 充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8分47秒，飙升功率1500千瓦，充电桩为比亚迪闪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方程豹泰山4驱版电量从 20% 充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9分57秒，飙升功率还是1500千瓦，充电桩同样是比亚。它在2个温区的表现都很突出，严寒环境下仍然保持在10分钟左右。全新腾势 Z9 GT 在温暖区电量从 10% 充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9分14秒，飙升功率1500千瓦，使用比亚迪闪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全新腾势 G9 GT 电量从 19%充电 97%， 充电时间为10分12秒，标称功率依然是1500千瓦，充电桩还是比亚迪闪充站。这个成绩说明它在低温环境下的补能稳定性同样非常强。
理想 Mega 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5%，充电时间为16分19秒，标称功率520千瓦，使用的是理想 5C 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理想 Mega 电量从16%充到95%，充电时间为26分39秒，标称功率500千瓦。充电桩仍然是理想 5C 超级充电站。可以看到低温对它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，时间拉长了不少。小鹏 G9 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24分13秒，标升功率480千瓦，使用小鹏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小鹏 G9 电量从2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50分57秒，标升功率变成360千瓦充电站，依然是小鹏超级充电。这个变化幅度就很明显，说明温度对它的充电效率影响比较大。小米约7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35分53秒，标升功率600千瓦，使用的是安纳级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小米约 U7 电量从16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小时22分32秒，标升功率仍然标注为600千瓦，充电桩则是1秒充超级充电站。从结果来看，这台车在严寒区的时间增长非常明显。蔚来 ET9 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44分18秒，标称功率639千瓦，使用蔚来能源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蔚来 ET9 电量从18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小时25分09秒，标称功率则标注为250千瓦，充电桩它是蔚来能源超级充电站。这个对比也能看出低温下的充电衰减非常明显。特斯拉 Model Y/L 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小时15分0秒，标称功率250千瓦，使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特斯拉 Model 521电量从14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小时45分57秒，标称功率仍然是250千瓦，使用的也是特斯拉超级充电站。它在2个温区里都属于时间比较长的那一类，到了低温区差距又被进一步拉大。再看非纯电车型，比亚迪大唐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9分12秒，标升功率1500千瓦，使用的是比亚迪闪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这台车电量从19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0分48秒，标称功率1500千瓦，充电桩同样是比亚迪闪充站。从成绩来看，它在2个温区都属于补能速度很快的车型。仰望 U7 2026款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9分21秒，标升功率1500千瓦，使用比亚迪闪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仰望 U7 2026款电量从17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0分05秒，标升功率1500千瓦，使用的还是比亚迪闪充站。这个成绩相当亮眼，低温下依然稳在10分钟左右。极氪 9X 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17分44秒，标称功率360千瓦，使用领克能源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极氪 9X 电量从16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36分06秒，标称功率600千瓦，充电桩是1秒超充，超级充电站。它在低温区的补能时间明显变长，但标升功率显示更高，这说明实际充电速度并不只看标升功率，还和电池温度、平台管理、充电曲线都有关系。小鹏 X9 在温暖区电量从10%充到97%，充电时间为20分58秒，标称功率480千瓦，使用小鹏超级充电站。
到了严寒区，小鹏 X9 电量从 17% 冲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42分23秒，飙升功率360千瓦。充电桩仍然是小鹏超级充电站，对比之下也很直观，气温一降，时间几乎是成倍拉长。自己 LS9 在温暖区电量从 10% 冲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30分45秒，飙升功率600千瓦，使用安娜级超级充电站。到了严寒区，自己 LS9 电量从 16% 冲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1小时04分13秒，飙升功率600千瓦，充电桩变成昆仑网电汽车充电站。它在2个温区的差异也相当明显。理想 L9 在温暖区电量从 10% 冲到 95%， 充电时间为43分55秒，飙升功率380千瓦，使用理想超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理想 L9 电量从 20% 冲到 95%， 充电时间为1小时03分42秒，飙升功率240千瓦，使用理想汽车充电站。可以看出，理想 L9 在低温区同样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充电效率下降。蓝图梦想家在温暖区电量从 10% 冲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50分30秒，飙升功率480千瓦，使用蓝图超充站。到了严寒区，蓝图梦想家电量从 18% 冲到 97%， 充电时间为58分59秒，飙升功率600千瓦，充电桩为昆仑网电汽车充电站。它在低温环境下虽然也变慢，但相比部分车型，时间拉长幅度倒没有夸张到翻倍。这次最大的看点其实不只是温暖区和严寒区的差距，更重要的是哪些车本身就具备真正快充的实力。因为有些车是在2个温区都快，有些车只是温暖区还行，一到低温就开始掉队，还有一些车纸面参数不低，但实际充电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漂亮。从这次结果来看，头部快充阵营已经很清楚了：海豹 07EV、方程豹泰山4驱版、腾势 Z9 GT、比亚迪大唐。仰望 U7 这一批车型才是真正把充电速度和稳定性都做出来了。其他车型不是不能充，只是和第一梯对比起来，差距已经不只是几分钟，而是10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。